第126章专业。无边无际的灰雾安静悬浮，青铜长桌上手响起了轻微的摩擦声。克莱恩改变坐姿，愈发凝重地推敲起恶灵事件的细节，越来越相信自己和沙伦小姐在那一刻完全忽视了拉夫特庞德出问题的可能性。这属于红祭司途径阴谋家的非凡能力，而且这更接近于正常范畴的欺骗，只在细微处有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所以哪怕我进了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也不会被动察觉遭受了蒙蔽，必须主动的思考和分析，才能发现问题。如果不是从阿兹克先生那里知道恶灵疑似早已陨落的红天使梅迪奇，我根本不会觉得事情有问题，也就不可能雇佣魔术师小姐去威廉姆斯街寻找异常迹象。想了几分钟，克莱恩具现出纸笔，准备用占卜的方式确认自己的推测。斟酌了好一阵子，他终于落笔写了下梦境占卜的语句。拉夫特庞德从男爵现在的状况放下深红色圆副钢笔，克莱恩握着写有占卜语句的纸张，向后靠住了椅背。他先回忆了下自身掌握的拉夫特庞德信息，接着才闭上眼眸，默念语句，进入冥想。克莱恩的思绪飞快平和，迅速陷入了梦境。那灰蒙蒙的天地里，断断续续的画面一幕幕闪过，最终定格于西维拉斯街29号那栋房屋。温暖的起居室内，拉夫特庞德穿着棉绒睡衣，端着装有红色液体的酒杯，安静地立在窗口，眺望斜对面的贝克兰德警察厅总部。这位从男爵两鬓的斑白愈发明显，浮肿的眼袋染上了青黑的色泽，额头、眼角和嘴边的皱纹深刻地超越了他40来岁的年纪。他的瞳孔呈现不严重但也不正常的扩散，两颊酡红，神情含笑，与克莱恩之前见到的样子有了些微又异常的改变。果然，他这里出了问题。克莱恩脱离梦境，考虑起该怎么处理恶灵的问题。毫无疑问，他在这方面是有思维惯性的。联系不上沙伦小姐的情况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举报。但该怎么举报呢？克莱恩认真思索了一阵，具现出世界的身影，并让他祈祷道：通过可靠的途径，将以下消息投递给黑夜女神教会和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消息是，福萨克和英蒂斯的高级间谍聚集于威廉姆斯街，目的不明，报酬100磅。这是克莱恩反复斟酌过的说辞，直接透露天使之王红祭司梅迪奇家族和图夺王朝遗迹等事情确实更能引起教会和军方重视，但也很容易让负责举报的魔术师福尔斯小姐被官方组织盯上，危险极大。福萨克和英蒂斯的高级间谍聚集于威廉姆斯街的说法不仅相对柔和，属于普通非凡者也有机会察觉的事情，而且足以让教会和军方警惕，派出相应的强者，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至于后续查出了什么，则属于他们的贡献，与举报者无关。而找阿兹克先生帮忙的选项，克莱恩有考虑过，但最终决定放弃，因为那恶灵生前疑似天使之王，非常危险，还在恢复阶段的阿兹克先生未必能对付。略作沉吟，克莱恩将具现出来的场景化作流光，投入了象征魔术师小姐的深红星辰。贝克兰德，乔伍德区。福尔斯收到了世界先生的回复，听得一愣一愣。那是福萨克和英蒂斯的高级间谍，他惊愕自语，相信自己提供的素材根本推理不出这样的结论。不过他很快释然，认为世界先生之所以怀疑威廉姆斯街有异常，正是因为收到了相应的高级间谍情报，在确认有福萨克和英蒂斯人出没后，非常简单就能得出结论，将消息投递给黑夜教会和蒸汽教会，这不就是举报的委婉说法吗？可惜啊，不能再去旁观，否则肯定可以看见一幕好戏。福尔斯对举报并不陌生，毕竟他的室友兼好友是一位赏金猎人。他迅速有了主意，决定把举报这件事情交给经验丰富的修来做。出了卧室，他看见修正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的翻看着目标文档，时不时抬手抓一下乱糟糟的黄发，显得极为认真。福尔斯随手拿了样装饰用的物品，靠拢沙发，递了过去。来，吃块蛋糕。修瞄了眼涂抹着奶油的蛋糕，思绪没有分散，抬掌就要抓住。这时福尔斯手腕一翻一摊，掌中的蛋糕已变成了一朵金黄色的布料花。惊喜吗？他含笑问道。修忍不住上翻眼眸道，停止你的表演，我更希望是实物，好吧，我有件事情委托你，70磅。福尔斯微笑坐了下来。初步处理好物灵之事，克莱恩返回现实世界，顺便举行起一事，
将放在灰雾之上好几天的无线电收报机带回了一等舱主人卧室。他躺到床上，借助冥想恢复着精力，直至被哒哒哒的声音弄醒。克莱恩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外绯红月光已然照入，薄纱般笼罩了昏暗的房间，笼罩了那台于书桌上自行吐着虚幻白纸的无线电收报机。这真的有鬼片恐怖片的感觉，可惜连通的是一面没有节操没有下限的魔镜。克莱恩翻身坐起，走了过去，看见虚幻的白纸上已出现一行行鲁恩文：灵界之上的伟大存在，你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已经抵达，并向您问好。您是有事情想考我？瞧瞧，这才叫会说话，这才叫专业。这一刻，克莱恩很想把胖药师达克威尔拉进来见识下魔镜的说话艺术。明明是我有事情要问他，结果变成了我在考他，而且还附赠了一个问题。克莱恩控制住嘴角的上翘，低沉回答道：是的，您讲。愚昧的浅薄的阿罗德斯已经做好了准备。哒哒哒的声音里，虚幻的白纸上不仅出现了鲁恩文字，还多了个讨好的笑脸。这已经是颜文字的雏形了。这家伙进化的真快。克莱恩直接问道：哪里能弄到可以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哒哒哒的声音忽然激烈，虚幻的白纸上飞快浮现出一幅幅画面，真实的仿佛电影截图。这里面有克莱恩熟悉的廷根市圣塞琳娜教堂底部的查尼斯门，有墨发碧眼的英俊诗人伦纳德·米切尔，有端坐沙发微笑望着对面贵族夫人的中年男子，有徘徊于阴暗下水道内的高傲少女。这一共有12幅画面，最后则是一行鲁恩文。这些属于您很容易或很方便获取的类型，其余还有许多，但要么很复杂很麻烦，要么涉及很高层次，我无法看清。不错啊，都懂得帮我主动筛选了，这简直就是奇幻版、神秘版、智能版的谷歌嘛。克莱恩轻轻颔首，明知答案的说道：轮到你提问了，你已经回答了。哒哒声里，魔镜阿罗德斯不出意外的回答呈现于了虚幻的白纸上。克莱恩暗笑一声，接着问道：伦纳德·米切尔最近住在哪里？哒哒哒的声音再次激烈，一幕幕场景又以画面的形式跃入了克莱恩的眼帘。那是贝克兰德最著名的地标，高耸的哥特式钟楼，上面悬挂有秩序之钟。那是立在街道口的路牌，上方写着平斯特街。那是门牌号为7的联排房屋。那是随意披着黑色大衣，戴着红色手套，极为潇洒的伦纳德·米切尔。那是正翻看拉尔乌斯案和卡平案卷宗的诗人同学。这家伙就在贝克兰德，而且正调查拉尔乌斯案和卡平案。这算什么事？克莱恩嘴角微动，认真想了下这2起案子里自己有留下什么线索。唯一的线索就是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与2起案子都发生了关联。伦纳德如果入梦待息，应该能发现这一点。但那时候我已经留了胡须，做了不错的伪装，只靠梦境里较为模糊的影像和几张肖像画，他多半认不出我。只要认不出就无所谓。夏洛克·莫里亚蒂出现问题和我戈尔曼斯帕罗有什么关系？克莱恩收回思绪，记住了伦纳德·米切尔现在的住所，贝克兰德北区平斯特街7号。他准备等会就委托月亮埃姆林怀特，让他明后天去拜访伦纳德·米切尔，用命运隐士们的徽章求购神奇物品。希望诗人同学手上有多余的，没有的话肯定会溢价不少。克莱恩嗯了一声，对无线电收报机道：轮到你提问了。坦白的讲，他相当好奇魔镜阿罗德斯这次又能问出什么问题。哒哒哒，无线电收报机吐出了新的虚幻白纸，上面用鲁温文拼成了一个问题：伟大的主人，伦纳德·米切尔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您想知道吗？这也算问题？克莱恩又好笑又愕然的抬起脑袋，望了眼静静照耀着深黑海面的绯红之月。很快，他诚实的做出了回答：想第127章上门拜访。哒哒哒，无线电收报机在昏暗的环境和绯红的月光中吐出了一截新的虚幻白纸。伦纳德·米切尔体内寄生着一个索罗亚斯德家族的天使，他曾经篡改过我的问题。天使，伦纳德体内寄生着一个天使，第4季索罗亚斯德家族的天使。克莱恩虽然已经做好会听到了不得秘密的心理准备，但依旧被魔镜阿罗德斯透露的事情吓了一跳。这既是关切，也是诧异。天使是指序列2和序列1的非凡者，已经相当靠近真神的位置，拥有种种奇异的特性，甚至可以在某个范围内某种程度上影响本途径较低序列者，属于站在现实世界顶端的大人物。
各大教会都只有教皇、教宗、牧首以及传说中的某些苦修士才是地上天使，所以克莱恩相信被这个层级的强者寄生不是什么好事情。在黑暗的第二纪元，天使都能拥有神名，担任古神的附属。我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的天使不多，一个是毒神者阿蒙，一个是天灾女王高希纳姆，一个是疑似红天使梅迪奇的恶灵，一个是小太阳口中的吞维者乌洛留斯，一个是罗塞尔日记内的奇迹师查拉图，一个是造物主之子亚当，一个是无法确定是不是天使的赫密斯，一个是在妈妈肚子里的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除了最后两个，其余都显得很邪异，即使遗留下来的文字也能让阅读者发疯失控。诗人同学最后会不会成为天使寄生的牺牲品？这倒是能解释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戏剧的主角，是特殊的那个，愿意帮我隐瞒秘密。索罗亚斯德家族掌握的是偷盗者途径，也就是可以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那条途径，所以伦纳德能够找到并参与命运隐士们的聚会很正常，难怪他当初主动要求使用血管小偷，原来是有老爷爷帮忙，一下就窃取走了梅高欧斯最强大的能力。呵，什么命运的隐士，只不过是一群小偷和诈骗犯，顶多后期将窃取和欺诈的目标改成了时间和命运。总之，诗人同学的老爷爷不像是好人，我得找机会提醒他一下。可问题在于，他们随时都在一起，警告只会让问题提前爆发。克莱恩念头急转，始终找不到好的思路，只能暂时按下此事，准备回头写信询问阿兹克先生和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刚才那几分钟里，他甚至有了利用毒神者阿蒙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把索罗亚斯德家族那位天使寄生在伦纳德米切尔体内的事情透露给这位造物主之子，让他过去吃掉那条寄生虫。据克莱恩所知，第4季的时候，阿蒙家族支持图多帝国，索罗亚斯德家族属于所罗门帝国，两者是敌人。而且根据非凡特性守恒定律，同一途径内的强者序列越高，彼此间的冲突可能就越大，就像两条水银之蛇的争斗一样。可惜的是，这个办法受限于现实的困难，最终被克莱恩放弃。这一是因为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毒神者阿蒙，二是担心天使级的争斗会直接摧毁伦纳德米切尔，三是由于强大了阿蒙也许是非常严重的坏事。先让埃姆林去尝试交易，顺便观察具体的情况，等掌握更多的细节后再决定怎么做。克莱恩收敛思绪，对连通魔镜阿罗德斯的无线电收报机道：提问吧，哒哒哒。无线电收报机的声音变得颇为轻快，虚幻的白纸非常柔和的外吐着。不需要，这是我问题的附属，不用遵守规则。伟大的主人，我有察觉您房间外面存在一样奇特的东西，却无法看清，您能告诉我它是什么吗？这魔镜很厉害啊，似乎什么都能看见，只是涉及高层次会被干扰，被打马赛克。克莱恩平静回答道。概率之头哒哒声里，阿罗德斯在虚幻的白纸上呈现出了新的单词。他啊，伟大的主人，您可以提问了。克莱恩想了想道。对于概率之头，你有什么想提醒的？这时，无线电收报机似乎明亮了一点，不再像之前那么阴森，虚幻白纸的吐出随之放缓。他是个特别小气、特别记仇的家伙，主人，您得尽快把他送给别人。他是命运之轮唯一性固化成的物品，您可以送给任何一条水银之蛇，他们会非常感激您的。总之，他不适合做您的仆人。气息快要消散了，您忠诚的谦卑的仆人阿罗德斯不得不离开。最后，再次赞美您，我伟大的主人，灵界之上的支配者，拜拜。唯一性，概率之头竟然是怪物途径的唯一性，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唯一性，果然很恐怖，可以数据化整个现实世界。怪物途径又叫命运之轮途径，序列0是命运之轮。克莱恩望着已恢复正常的无线电收报机，短暂竟收不回思绪。他没有对概率之头产生任何贪婪的情绪，这既是因为对方不属于占卜家途径，本身又有极其可怕的负面效果，也是害怕时间一久，那记仇的头子会把吞维者乌洛留斯给吸引过来。这东西弄到灰雾之上，即使能被隔绝，封印于内，多半也可以数据化那片神秘空间，以后塔罗聚会说不定就变跑团游戏了。克莱恩没接触过这种顶层事物，完全无从判断将概率之头丢到灰雾之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定继续恐吓头子，顺顺利利将他送到奥拉维岛，
交给有办法封印的生命学派成员。至于任务超标的问题，他并不在意，因为最大的好处是收获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的友谊。贝克兰德，丰收教堂。埃姆林怀特拿着枚眼珠大小的奇特徽章，在心里嘿了一声。世界真啰嗦，不就是去北区平斯特街找一个叫做伦纳德·米切尔的职业者吗？竟然还专门强调对方有秘密，大概率能拖人入梦。这是怀疑我的能力啊！埃姆林站起身，换上燕尾服和白衬衣的搭配，侧头望了眼窗外。呵呵，他有秘密，我也有秘密。我敢打赌，尼拜斯大人或者哪位伯爵正在暗中盯着我，真要出什么意外，肯定会提供一定的帮助。入梦，埃姆林考虑了几秒，拿出一个金属小瓶，用里面富含灵性的材料调配出了一瓶蔚蓝色的药剂。收起瓶子和药剂，他拿上丝绸礼帽，走出休息室，和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告别，离开了丰收教堂。此时刚上午，可贝克兰德的天空却很是昏暗，淡薄的雾气如水弥漫。埃姆林眯了眯眼睛，戴上帽子，自语了一句：“阳光有点刺眼啊。”他拦下一辆出租马车，直奔蒸汽地铁站，花费6便士买了张去北区的1等座车票，这比直接前往要节省不少时间。40多分钟后，他抵达了目的地，站到了平斯特街7号的大门外。埃姆林礼貌地拉响门铃，耐心等待了1分钟。他刚准备写张便签塞到门缝里，约定好下次拜访的时间，终于听到有懒散的脚步声靠拢过来，不像是仆人。埃姆林微不可见点头，拿出之前调配好的药剂，拧开盖子，咕噜喝了个干净。然后他看见房门打开，看见一个墨发绿瞳的男子出现于眼前，看见对方身穿家居白衬衣和黑色的长裤，衣物的下摆扯了出来，随风轻荡，气质潇洒中透着几分不羁。虽然是黑夜的信徒，但不得不说在长相还是勉强可以和我们血族比一比了。埃姆林摘掉帽子，微抬下巴道：“上午好，你是伦纳德·米切尔先生？”伦纳德不太明显的皱了皱眉头，看着面前有一双醒目红眼睛的英俊男士，抬手捂住嘴巴，状似不经意的打了个哈欠。“你是？”“一位拜访者，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忙。”埃姆林并未透露自己的身份，略显高傲的微笑道。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感觉让伦纳德莫名有了种熟悉感，就仿佛看见了过去的自己，总认为自身是最特殊的那个，是时代的主角。他清了清喉咙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并不接受委托。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私家侦探。”埃姆林怀特笑了笑道：“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完成。”他左右看了一眼，继续说道：“我想购买一件可以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伦纳德目光一凝，沉声问道：“你究竟是谁？”这个时候，埃姆林没立刻回答，反倒环顾了一圈，啧啧笑道：“果然很厉害，我几乎没有察觉就被拖入梦境了。”他没有急于脱离这里，在伦纳德·米切尔凝重的脸色中拿出了那枚来自世界的小型徽章。伦纳德看了一眼，表情缓和少许，微侧脑袋，停顿了几秒。无声无息间，埃姆林怀特看见四周景象飞快碎裂消失，如同一面面玻璃被同时打破。伦纳德喝了一声，指了指屋内：“进来再说。”第128章枝头。听到伦纳德·米切尔的邀请，埃姆林并没有畏惧，拿着丝绸礼帽，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坦然进入了房屋。他没有脱掉外套，因为魔药教授身上总会带许许多多的辅助物品，失去遮掩后不是那么美观。埃姆林就那样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坐了下去，背部靠住后面的支撑，悠然开口道：“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有就报价格，没有就坦白讲。当然，我很确定你有。”他轻笑了一声，鲜红的眼睛映照出了伦纳德·米切尔不在意衣物整齐的身影。这种我知道你有什么秘密，而你对我完全没有了解的场景，让埃姆林身心舒畅，极有优越感。伦纳德用手指梳了下乌黑的头发，随意坐至对面的椅子上，不现任何惊慌和疑惑的微笑说道：“至少我得知道是谁想要，也许是我，也许是我的朋友。”埃姆林轻抬下巴，优雅笑道。伦纳德眯了眯眼睛，微微侧过脑袋，仿佛在思考什么。终于，他笑了一声：“好吧，既然你已经拿着这枚徽章来了，那我就坦诚的回答你，我确实有一件可以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但也只有这么一件。如果你想买走，7000镑，不接受还价。7000镑，类似的神奇物品这么昂贵，虽然不用自己出钱，
但埃姆林还是吓了一跳，险些无法保持血族的风度。他脑海内已自动将这笔钱换算成了多少个人偶和多少套人偶衣裙。默然2秒，埃姆林露出笑容道：“我考虑一下，这2天给你答复。”可以。伦纳德·米切尔勾了勾嘴角。出了平斯特街7号那栋房屋，埃姆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雇佣出租马车前往北区的蒸汽地铁站，一路返回至大桥南区。取下帽子，回头望了眼马车驶过行人来往的街道，埃姆林低笑一声，迈步走入了丰收教堂。一株行道树和铁黑色煤气路灯杆的中间，不明显的阴影突然浮动，冒出了黑发绿瞳的伦纳德·米切尔。他出现的无声无息，竟没有引起任何路人的注意。大地母神教会的人，伦纳德微皱眉头，似自言自语般说道。他停顿2秒，离开了丰收教堂所在的月季花街。7000镑，他怎么不去抢？灰雾之上，听到月亮埃姆林回报的克莱恩险些脱口，发出声音。类似的话语，他作为格尔曼斯帕罗时曾经说过，但2次场景下的心情却截然不同。根据黄金梦想号3副花领结约德森的悬赏金额，克莱恩推测类似神奇物品的价格在5000镑上下，就算溢价也顶多到6000镑。谁知道伦纳德·米切尔直接开了7000镑？难道是更高序列一流的物品？窃取别人非凡能力只是其中一种效果？不，如果真是那样，价格怎么也得1万镑起步。诗人同学，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你是奸商呢？你明明表现得很洒脱，对金钱不怎么在意。克莱恩忍不住叹息了几句。既然已经有线索，看到了曙光，而且用钱就能解决，克莱恩不想再寻求别的渠道，免得出现意外。他飞快计算了下自己的身家，发现这是能够承受的价格。算上药师预付的委托费300镑，巧言者的赏金5400镑和尸体上搜刮到的钱，扣掉支付给魔术师小姐的200镑报酬，我现在总计有12767镑钞票加5枚金币，这还没算3苏勒8便士的零钱。另外，正义小姐这周结束前就会支付2000镑欠款和1800镑心理医生特性费用。我比我想象的富有很多啊，哪怕在贝克兰德也能称得上富翁了。克莱恩吸了口气，不再犹豫，让钞票从杂物堆顶端飞了过来，落在桌上。他认真点数出7500镑现金，将它们放到了一边。7000镑神奇物品费，500镑埃姆林风险费。哎，辛辛苦苦过万，一下就失去大半。克莱恩巨献世界，让他摆出祈祷的动作，告知埃姆林没有问题，1刻钟后举行仪式，接受愚者先生的中转赐予。另外，克莱恩还让世界叮嘱月亮埃姆林，拿到现金后不要急于完成交易，必须等到明天。他这是害怕伦纳德·米切尔体内的索罗亚斯德家族天使察觉钞票上有灰雾的气息，想要有一个散位的过程，就像给埃姆林那枚徽章时一样。1刻钟过去，克莱恩瞄了眼厚度减少何止一半的剩余金镑们，叹了口气，返回至现实世界。此时已是周五10点40分，距离克伦抵达奥拉维岛还有8小时左右。又到再一次恐吓概率之头的时间了。克莱恩低语一句，举行仪式，带出了装全黑之眼的铁质卷烟盒。他猜得出胖药师达克威尔对此有什么怀疑，所以故意把头子弄到了盥洗室处理。见概率之头重新安静下来，克莱恩快速处理好全黑之眼和铁质卷烟盒，长长的舒了口气，默算了下时间，应该能撑到把它交给达克威尔的接头人，不需要再做什么处理。想到这里，克莱恩又颇为担心的考虑起另一个问题。全黑之眼在真实造物主面前出现过，而且还有他的精神污染，这么隔几个小时就拿出一次，说不定会被他锁定，派强者过来寻找。不过每次就那么1-2分钟，问题应该不大，即使察觉，他们对位置的感应也不会太精准。涉及真实造物主，没法用占卜确定，只能提高戒备。还好，这是最近最后一次，而且只有7-8个小时就到目的地了。我为什么要给自己立 flag？ 呸呸呸！刚才我什么都没有想。克莱恩拿起概率之头，返回至客厅，看见胖药师精神萎靡的瘫在安乐椅上，而猫头鹰哈里神采奕奕，似乎不需要休息。这就是不同生物服食同样魔药后获得的不同特殊，至少正义小姐没有说过她不需要睡觉。猫头鹰的生理结构带来的独特，我对他不够了解啊，果然是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只懂一点的键盘强者。克莱恩坐至沙发，将那枚乳白色的骰子放入戒指盒，
耐心等待起傍晚来临，船只入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高空的明亮，太阳逐渐西移，越来越低。就在这时，闭着眼睛养神的克莱恩突然直起身体，感受到强烈的危险即将降临。这超越了占卜家的灵性直觉和小丑的危险预感，仿佛源于他身周诡异出现涟漪的无形灰雾。有敌人，吞围者乌洛留斯或极光会的圣者。克莱恩睁开眼睛，表情异常严肃地思考起对策。这种时候，但凡出现一点失误，他就得考虑死而复生的事情了。至于胖药师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哈里，绝对不可能幸免。他最开始寄希望于来者只能模糊感应，只能确定一个大的范围，不一定能找到自己或概率之头，但考虑到这是航船，附近是没有人烟的大海，目标似乎不难锁定，到时候麻烦将更大，只好果断放弃。客轮上方，虚空突然撕裂，隐约呈现出了一扇布满各种复杂符号的无形之门。两只略显苍白的手从门缝里伸出，猛地向后一拉，让整个身体走了出来。他戴着老者喜爱的黑色软帽和古典深色长袍，样子看起来却不到40，褐色的头发微微卷着，给人异常坚硬的感觉。他黝黑的眼眸内仿佛有无数虚影在徘徊，又似乎藏着一重又一重混乱的世界。克莱恩危险的感觉愈发强烈，仅是表情的变化，就吓得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哈里不敢动弹。他不再犹豫，依据这几天对类似情况做出的预案，前倾身体，拿起了那枚概率之头，对刚抵达的恶意者进行行为判定。我要一点。克莱恩沉声低语，丢出了那枚乳白色的骰子，并下意识在心里向女神祈祷，希望刚经受恐吓没多久的骰子能够听话，能够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他表现得极为镇定，免得骰子感应到自身的紧绷，趁机捣乱。啪啪啪的碰撞声里，概率之头翻滚了几圈，定格于鲜红如血的一点。客轮上空，那位不到40的黑袍男子眼眸内已映照出整条船只，他蔓延出灵性，扫视了一圈，探手抓住前方的虚空，猛地拉开了一道近乎无形的大门。这位强者步入里面，消失在了原地。一等舱内的克莱恩顿时感觉危险已经远去，难以遏制的悄然松了口气。他凝望向茶几上的概率之头，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了一句：这骰子如果没那么大负面效果，可以充分利用，简直就是神器。不愧是0分级的封印物，不愧是怪物途径的唯一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胖药师达克威尔这才找回勇气，小心翼翼地问道。克莱恩保持姿势不变，平静回应道：你不需要知道，我明白，知道的越多越危险。达克威尔抹了把头上的冷汗。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在没有意外发生，当太阳落入海平线，天色彻底昏暗后，克莱恩终于看见一座高耸的灯塔出现于不远处。第129章命运一员。奥拉维处于罗斯德群岛东北方向，直线距离并不远，只是安全航道弯弯绕绕，平白增加了几百海里。它原本是一座存在诸多非凡生物的原始岛屿，并无人类居住。狩猎时代结束后，卢恩王国将这里当作某些犯人的流放之地，让奥拉维岛逐渐有了乡村和城镇。等到更东边的岛屿一个个被发现被殖民，这里依靠航道的便利和本身自然资源的丰富，吸引到了不少新移民，有了相对繁华的港口城市。灯塔的光芒在昏暗的环境下是如此的明显，如此的温暖，引导着客轮驶入港口，停泊于码头。总算到了，感谢红月与命运的眷顾。胖药师达克威尔跳下最后一阶舷梯，踩在了坚实的水泥地面上。认真来讲，除了命运，你主要得感谢愚者和海神的眷顾。克莱恩单手提着皮质行李箱，点了下掌中的文明棍。达克威尔揣好装概率之头的戒指盒，没有一点耽搁的问清楚了敲钟人卡诺的住处，雇佣出租马车，直奔圣德拉科教堂，进入了那大胆采用红色、蓝色和黄色的宏伟钟楼。钟楼内，卡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狭小房间。咚咚咚，达克威尔连续敲了3下门，迫不及待的想要交出手中的物品。吱呀一声，棕褐色的木门开启，房间内走出了个身材高大却略显佝偻的男子。他看起来40岁左右，五官单独而言没有任何问题，可组合在一起却充满了不协调感。克莱恩只是瞄了一眼，就发现他的2只眼睛一高一低，2个鼻孔一大一小，左边肌肉略微松弛，导致嘴角有点下垂，而右侧正好相反。
卡诺的双腿明显一长一短，胳膊一条粗壮一条瘦弱，整个人极为不对称，极为丑陋。你们是？身穿黑色长袍的卡诺看了两人一眼。你是敲钟人卡诺？胖药师达克威尔谨慎反问道。卡诺一边嘴角高一边嘴角低低笑道，像我这么丑陋的人应该没有第二个。确实，达克威尔非常诚实的点了点头。旋即笑了一声，看得出来你心态很不错。其实吧，对男人来说，外表并不重要，那方面能力强才是重点。你这是没见过真正颜控的女士小姐们。经历过流量明星时代的克莱恩在旁边嗤之以鼻。卡诺的表情阴沉了一下道，我不想讨论这件事情，你那方面也有问题。没关系，我有各种药剂，绝对有一种能治好你的问题。达克威尔还没说完，就被害怕他遭当场打死的克莱恩前跨一步，挡住了半边身体。克莱恩低沉说道，他是罗伊金的学生，我已经猜到了。罗伊金描述过他的特点。卡诺让开道路，请两人入内。他的房间非常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能做餐桌的柜子，盥洗室则在钟楼底层。达克威尔掏出戒指盒，将它递给了卡诺，堆起笑容道，我老师让我转交给你的物品。卡诺打开看了一眼，箭头子是4点朝上，明显松了口气，对达克威尔道，你不像你老师说的那样不可靠，看得出来你并没有尝试使用它，这会唤醒他，让他明白自己已不再被封印。胖药师老脸一红，诚实说道，他只是现在比较安静，再有1到2个小时又会自行转动，你最好想办法重新封印他。卡诺脸皮抽动了一下，哟，这个，我不小心将他掉到了地上，然后他就一点点活了。达克威尔本能想瞄一眼猫头鹰哈里，却发现对方并没有跟进来，停在钟楼外做起了警戒。卡诺眼睛明显睁大，佝偻的身体险些挺直。你是怎么抵达这里的？在他看来，罗伊金这位学生应该早就被头子给玩死了。达克威尔忙指着格尔曼斯帕罗道，多亏了这位先生，他是强大的冒险家，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和短暂封印头子的方法。什么方法？敲钟人卡诺脱口问道。克莱恩笑笑道，商业机密。卡诺脸色变换了几下，以手按胸，行了一礼。我代表我们组织感谢你的帮助。达克威尔顺势说道，他的雇佣价格是1000磅加一个要求是我们帮他寻找一件有强大攻击性且负面效果不算严重的神奇物品，他会用合理的价格购买。我只有300磅多一点，所以只预付了这么多，剩下的只能靠你们了。卡诺沉默听完，嘴角动了下道，我只有100多磅。忽然间，敲钟人房间内再无人说话，外面的风透过缝隙吹拂进来，掠过了3人的脸庞。终于，卡诺又一次开口，也许瑞乔德议员有，我带你们去见他，看来相对很信任我们了。毕竟一位命运议员是没法和概率之头比较的，如果我们真有问题，根本不会带着头子过来，免得出现意外，唯一性被抢夺回去。克莱恩看着敲钟人卡诺从房间角落里提起了一盏马灯，这个时候他悄然开启了灵视，简单审视了下对方。这一看，克莱恩险些挑眉，因为卡诺的气场颜色相当奇特，他的情绪颜色没问题，很正常，可代表身体的以太体却显得不够自然。心脏的绿，头部的紫，消化系统的黄等颜色有种拼凑在一起的味道，不太协调。同样的，卡诺的精神也给人类似的感觉，内在的缝合怪。克莱恩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知识粗略做着判断。卡诺弄好马灯，回头看了眼格尔曼斯帕罗这冒险家，没什么表情的说道，我对灵视很敏感，我想你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并不是一个自然诞生的人，我是大地母神教会人体炼成的产品，相对比较失败的那种，所以我根本没那方面的能力。他最后一句话是对达克威尔说的。卡诺没再开口，提着马灯，套着黑袍，佝偻着高大的身体，借助那昏黄的光芒，在黑暗寂静的钟楼里一阶阶往下。大地母神教会人体炼成的产品，可圣德拉克教堂属于风暴教会啊，因为相对失败，不受重视，卡诺叛徒出大地母神教会，成为生命学派的一员。这可以理解，大地母神教会和生命学派都掌握着药师途径，必然会有一定的交集。可生命学派为什么把这看起来不简单的家伙派到风暴教会做敲钟人？正常的身份掩饰，还是两者存在某些联系？克莱恩表面平静的跟在卡诺身后。
一步步走出钟楼，绕到了附近一座石桥。刚靠近最左侧的桥洞，克莱恩忽有所感，抬头望向了斜上方。猫头鹰哈里跟着飞了过来，落至一根树枝上，咔嚓，那树枝突然折断，哈里直直下坠，好不容易才重新飞起，没有摔到地上。达克威尔正要开口，卡诺以低沉解释道：瑞乔德议员受了伤，力量有些不受控制，只要进入他一定范围内，就会沾染厄运。卡诺停住脚步，将装骰子的戒指盒扔向了桥洞。议员先生，罗伊金的学生将骰子送过来了。很好，阴暗的桥洞深处传出一道嘶哑的声音，一只长出了些许银白鳞片的手掌摸索着从漆黑里伸出，按住了掉在泥土上的戒指盒。接着他打开戒指盒，取出了里面那枚乳白色骰子。他另一只同样有银白鳞片的手跟着探出，掌心握着件纸张般的皮质物品。那物品仿佛水管，却首尾相接，在绯红的月光下呈现灰白的颜色，表面多有复杂的符号和标识，以及不少指向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的古赫密斯文。命运议员瑞乔德拔开这物品，将概率之头塞进了里面，然后重新让首尾相接，用小幅度的重复命运封印概率之头，让它始终处于沉睡或安静的状态。果然，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有预见到类似的事情，做了一定的准备。克莱恩释然收回视线，听见瑞乔德沉哑说道：我已经知道你们的约定，格尔曼斯帕罗先生。神奇物品等我恢复就会帮你寻找。那700磅，我立刻给你附加幸运，你到奥拉维的几个赌场去玩一玩，就能收取相应的报酬。记住，每个赌场不要赢超过200磅，总计也不超过700磅，也就是说，你也没钱。看你受伤躲藏的样子，没带钱也算正常。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道：好。他等待了10几秒，没有任何感觉。命运议员瑞乔德却舒了口气道：你已变得足够幸运是吗？克莱恩选择相信对方，没打扰达克威尔向长辈汇报老师被关押之事。根据敲钟人卡诺的介绍，就近找了家赌场，坐上了21点的牌桌。10几分钟后，他一脸迷茫和呆滞的走出了赌场。他刚才不仅没有赢钱，还输了整整30磅。说好的幸运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他？那老头坏得很。克莱恩毫不犹豫就返回那座石桥，靠近了桥洞。这么快？手气很不错嘛。阴暗桥洞内的瑞乔德半带咳嗽的笑道。这个时候，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哈里已在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克莱恩面无表情的回应道：输了，输了。瑞乔德咀嚼着这个单词，久久无法成言。昏暗沉默的环境里，一只普通猫头鹰不安地飞了过去。第130章到手。石桥两端的煤气路灯静静照耀着道路，却无法驱散下方的黑暗。只有高空垂落的暗淡绯红能勉强点亮褐色的泥土。躲在桥洞中的命运议员瑞乔德许久没有发出声音，让克莱恩忍不住怀疑对方是不是因为伤势太重已经过世。他猜测之前附加幸运失败很可能也是由于这方面的因素。就在克莱恩试探着想要开口确认情况时，瑞乔德咳了2声，沉哑着说道：不愧是能短暂封印骰子的强大冒险家，现在的状况出乎了我的预料，可我很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附加的幸运完全没有起效。非常遗憾，我无法出来，不能直接面对你，否则我应该能看见一些其他途径非凡者难以看到的东西，即使他们拥有较高的灵视。这是命运途径才具备的特殊，所以问题出在我身上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得把那700磅给我，不，730磅。克莱恩内心吐槽的同时，不由自主想起了廷根市那个绰号怪物的孤儿阿德米索尔。那位略等于半个序列酒的年轻人，在看到克莱恩之后，惨叫倒地，眼睛流血，害怕得就像遇见了恶魔。这是因为他有命运之轮途径的特殊，所以看出了我的问题，看出了与灰雾有关的一些事情。可惜，这位命运议员伤势颇为严重，自带厄运领域，没法让他帮忙审视。回去问问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他或许知道点什么。不过，这条途径也是很有神棍气质的。他未必会直接回答我，大概率只给几句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话语。克莱恩保持着没有表情的状态道：那你准备怎么做？瑞乔德叹了口气道：你去把达克威尔叫过来，我为他附加幸运，让他代替你去赌场赢钱。根据瑞乔德议员给的旅馆名称，克莱恩很快找来了胖药师达克威尔，然后提着行李箱和文明棍，木然看着对方在几大赌场不断赢钱。
于凌晨时分就收获了750磅。接过730磅尾款，克莱恩真切认识到了一个问题，之前幸运失效的原因在他自己身上。为什么呢？克莱恩揣好胀鼓鼓的钱包，皱着眉头，无声自语了一句。他迅速想到了深州那无形的浅薄的灰白雾气，隐约明白了缘由。晋升无面人后，灰雾与现实有了一定的交织，不仅可以帮我屏蔽掉本质不太强的抑郁，而且还能在一定范围内破坏别人施加的命运类影响，所以那位议员给予的幸运无法起效。按照这个逻辑，某个程度内的厄运应该也无法影响到我。呵，这算什么事？既让我不至于变成倒霉鬼，也破灭了我成为欧皇赢家的希望。克莱恩暗自摇头，跟着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回到石桥，将召唤自己信使的方法告知了命运议员瑞乔德，让对方获得攻击性神奇物品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转达过来。做完这一切，克莱恩在奥拉维岛的港口城市找了家旅馆，开了个普通房间住了下来。贝克兰德，上午时分，埃姆林怀特行走在自己喜欢的阴暗天空下，穿过不如去年11月、12月浓厚的雾气，又一次来到北区平斯特街7号外面，拉响门铃。他腰背挺直，下巴微扬的耐心等待起来。伦纳德打开房门，看了眼那张虽然英俊却相当令人讨厌的脸孔，让开道路，任由对方入内。他依旧穿着家居白衬衫加黑色长裤，但外面多套了层没扣上的深色马甲。考虑的怎么样？伦纳德含笑问道。没有问题，因为不是花自己的钱。埃姆林毫无讲价的想法，他甚至认为以对方上次表现出来的态度，讲价反而会导致价格上涨。伦纳德轻轻点头，笑了一声，很富有嘛，我听得出来，你在套话。埃姆林暗哼一声，开口回应道，这不是你需要关心的问题。说完，他提高手里的小皮箱，打开并展示其里面的7000磅现金。伦纳德一叠叠拿出，认真检查了片刻，然后他摘掉左掌戴着的红色手套，递给埃姆林道，这就是你需要的神奇物品，它可以用不同颜色伪装自己。它叫火种，能提高使用者的魅力，让他的话语具备极强的说服力。他能在50米范围内窃取目标的一项非凡能力，对目标越了解，越容易窃取到想要的那项。越无知，越接近随机，依赖运气。目标序列高于60，有可能出现失败的结果，越往上，失败概率越大。窃取成功后，原目标失去那项非凡能力，必须间隔至少12个小时才能恢复，而火种的主人则可以熟练使用，维持10分钟左右。而它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它的负面影响很小。安静听完对方介绍的埃姆林对火种这件神奇物品有了浓厚的兴趣，开口问道，有什么负面影响？伦纳德随手捋了下头发，笑笑道，一是佩戴它时有不小概率出现身上物品丢失的情况，二是使用之后自身某项非凡能力会丢失至少12个小时，但这个时间范围内只会有一项，换句话说就是，即使多次使用，也只会丢失一项。和我知道的很多封印物相比，它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小。埃姆林清了清喉咙，微微点头道。他接过火种手套，认真检查了一番，然后将皮箱内的现金一叠叠拿出，放到了茶几上。接着，他将手套放入了皮箱，不做直接的携带。提上皮箱，埃姆林和之前一样原路返回至丰收教堂，进入教室休息室，布置起献祭仪式。虚幻朦胧的神秘大门打开，红色的手套穿过幽暗深沉的虚空，即将进入灰雾之上。就在这时，那手套与灰雾接触的表面突然浮现出了一张扭曲的恐怖的小人脸，它不断蒸发着，又竭力维持着。看到这一幕，克莱恩并没有感觉太意外，毕竟伦纳德体内的老爷爷是偷盗者途径的天使，阿蒙分身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未必做不到。对此，他已经有充分的准备，相信对方即使真达到了阿蒙那个位阶，自己也能清除掉相应的气息，且不让对方察觉灰雾的存在，从而对月亮埃姆林下手。拿起早摆放于身前的海神权杖，克莱恩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让那一颗颗青蓝色宝石同时亮起。豁然间，灰雾之上银白大亮，一束束闪电就像暴雨，携带灰雾的少许力量，相继落在了那小小的虚幻人脸上。那人脸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彻底消散，留下了一条死去的半透明虫子，上面有12道透明的圆环。10只虫，但比阿蒙弱啊！克莱恩低语一句招手，让那红色的手套和熟悉的虫子同时飞了过来。
经过认真的辨别，他确认这虫子和阿蒙分身遗留的基本一致。诗人同学的老爷爷和阿蒙处在同一序列，序列一。不一定，这或许只是前面某个序列的特点。如果真是序列一，考虑到阿蒙是造物主之子，天使之王，也许他还融合了唯一性，或另外一份序列一特性。克莱恩做出猜测，却无从证实。至于那条死去的食之虫能用来做什么，灵性什么时候会彻底消散，他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只能随手丢到杂物堆里。贝克兰德，平斯特街7号。伦纳德·米切尔坐在沙发上，眼睛紧闭，双脚搁于茶几，仿佛在用短暂的睡眠弥补整晚的清醒。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睁开眼睛，压低嗓音道：“出了什么情况？有确定火种的真正买家吗？”他的脑海内随即响起了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我留下的气息被清除了，被彻底的、完全的清除了。你有发现什么吗？”伦纳德缩回双腿，沉声问道。那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道：“没有，我反应过来之前，一切就结束了。如果我处于自身的最好状态，也许能把握到相应的线索。可惜，我已经虚弱了很多年。”伦纳德沉默10来秒，摇了摇头道：“那就暂时当没这件事情。”灰雾之上，克莱恩边聆听埃姆林的祷告，记下对方讲述的神奇物品信息，边翻来覆去的检查那叫做火种的手套。呵呵，这样一来，我右手的手套也有了。他低笑一声，自言自语道。经过慎重的思考，克莱恩放弃了立刻窃取全黑之眼内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的尝试，他这是为了确保成功，希望将机会留到可以调配密偶大师魔药的时候。按照白银城的记载，即使不用灰雾屏蔽，这么操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而有了灰雾，事情将不再有任何意外，哪怕那是真实造物主遗留的精神污染。平时也能使用火种吗？需要用它的时候，得把钱、怀表和其他神奇物品都放到灰雾上。务求没什么物品可以丢失。其实，就算不这么做，问题也不大。我一个占卜家，掉了东西，还怕找不回来？呵呵，正常战斗时，左手蠕动的饥饿，右手火种，光是想想就觉得挺厉害。克莱恩收回思绪，发现序列5密偶大师魔药相关已基本准备妥当，除了2种较为常见的辅助材料。他微不可见点头，无声自语道：“就等无面人魔药彻底消化了，然后乘坐星之上将或倒吊人先生的船，去苏尼亚海最东面寻找美人鱼。”